因为疫情的缘故啊，在家呢待了10多天，再加上过年，肚子上的肉是不是越来越多了呢？现在呢又不能出去运动，那不妨在家做一个动作，可以帮你减掉赘肉哦。那这个动作呀，就是敲肚子，在我们腰的两侧呀是带脉所在之处。带脉呢是一条横向的经络，如果带脉堵了的话，那么腰腹部的赘肉呀就会越来越多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先疏通带脉。方法呢很简单，大家可以在每天睡觉前双手握成拳，然后敲打带脉，每次敲打5到10分钟就行。敲打带脉呢，可以疏通经络，帮助身体排毒，对减肚子赘肉有很好的作用哦。不过想要瘦肚子，还要注意啊，不要久坐不动，饮食呢也要多加注意，多吃蔬菜水果，还可以常喝冬瓜荷叶茶。那冬瓜荷叶茶有利尿排毒的作用，对减肚子赘肉也有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脸色呀都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生活中有些朋友脸色总是发黄，而且还很显老，以为是皮肤不好引起的，但其实还可能和3个原因有关，尽量别忽视了。可能是气血不足，气血充足的人脸色都是非常好的，但如果气血不足，血液循环就可能会受到影响，这样就容易使人脸色发黄，看起来没有精神。所以大家呀要及时的补充气血。可能是脾虚，面色发黄也是脾虚的一种表现。如果脾虚失调，会影响身体的吸收和消化，导致水分停留在体内，从而使得皮肤越来越黄。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健脾的食物。可能是营养不良，如果不注意平时的饮食，长期吃素食不吃肉，很容易造成营养失衡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使脸色发黄。所以大家平时一定要多注意饮食均衡。说到美容养颜，大家想到的肯定都是各种化妆品、护肤品。其实呢，在我们的脸上就有很多的穴位，都有美容的功效。大家呢可以经常的按一按，或许比化妆品还有效哦。第一个，阳白穴。阳白穴在瞳孔直上方，距离眉毛大约2厘米的地方。按摩时用食指按压即可，每3压100下，每天可以多按几次。按摩阳白穴能够改善面部的血液循环，经常按能美白皮肤，让气色越来越好。第二个，丝竹空穴。丝竹空在我们眉梢的凹陷处，按摩时也用食指按揉，每次100到200下。那按摩丝竹空可以促进眼睛周围的气血，对去眼角皱纹有一定的帮助。经常按摩也能够起到美容养颜的效果哦。那除了穴位按摩的方法，还可以配合着食疗，经常喝一些洛神花茶或者是蜂蜜柠檬片泡水喝，也能够起到美容养颜、延缓衰老的作用哦。有一个好的睡眠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生活中总有一些人总是凌晨3、4点醒来，然后呢就再也睡不着了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可能和3个因素有关，要当心。第一个可能是心肌缺血。当人出现心肌缺血的情况时，会影响到大脑供血，这时大脑会处于一个比较兴奋的状态，刺激心脏正常供血，所以呢就容易凌晨3、4点醒来。建议大家要戒烟戒酒。第二个，神经衰弱。生活中很多人会用脑过度，这时就可能会出现神经衰弱的情况，那么睡觉时就容易惊醒。建议大家要劳逸结合，多注意休息。第三个，肺气不足。经常凌晨3、4点醒来的人，也可能是肺气不足了，因为这个时间是肺经当令时间，所以有这种情况的要多注意养肺。建议大家可以多喝一些养肺茶，比如金银花茶、蜂蜜柚子茶、罗汉果茶等，能减少对肺部的伤害哦。当人过了30岁后，身体就会开始衰老，体内雌激素变少。第一个衰老的就是卵巢，出现卵巢早衰的情况，所以要提前保养才行。可以用食疗的方法，不妨试试3种食物。第一种，百合干。百合干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，百合干中含有丰富的粘液质和维生素，能够促进卵巢血液循环，有双向调节内分泌的作用。那女性经常吃，能够保养卵巢，补充雌激素，让皮肤变得更细腻。第二种，黑豆。黑豆是豆类的一种，也是豆中之王。黑豆含有丰富的卵磷脂、食物纤维和异黄酮物质，能有效的补充雌激素，保养卵巢。那经常吃点黑豆，帮你延缓绝经。第三种，蜂王浆。蜂王浆对女性呢非常有好处，
蜂王浆中富含雌激素，能够帮助女性补充雌激素，所以经常的吃一些蜂王浆，能够预防卵巢早衰，让你更有女人味儿。那女人想要防止卵巢早衰，平时要多锻炼，可以进行瑜伽、慢跑、游泳等有氧运动，也可以呢常喝玫瑰花茶、洛神花茶，有调经止痛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西兰花和菜花都是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西兰花和菜花都是十字花科甘蓝类蔬菜，而且营养都很丰富。那么西兰花和菜花有什么区别？哪个更有营养呢？如果从外观上看，西兰花是翠绿色的，菜花则是白色的。这两种蔬菜的形状和口味是很相似的。不仅如此，营养成分也是很接近的，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胡萝卜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。但是西兰花在某些营养成分上是高于菜花的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以及叶酸要高出菜花很多倍。所以如果从营养来说，绿色的西兰花会更好一些。不过建议大家在吃西兰花和菜花的时候，最好呢将它们切成小块，用盐水浸泡一会儿再吃会比较。病毒的战争还在继续，那么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做好呢自我的防护。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，但是现在有的人呢已经没有口罩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戴口罩只能够起到隔离病毒的作用。那除了戴口罩呢，钟南山院士强调，还有2个方面对预防病毒更有效哦。那第一个就是待在家里不要出门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，大家呢就尽量的减少出门的次数，这样就能够减少与病毒接触的几率，所以说呢这也是最安全的。那第2个进行消毒，大家在家的时候可以用酒精或者是8次消毒液对家里呢进行消毒，这样呢也能够达到很好的杀菌作用。但是大家使用完消毒用品后，要记得及时开窗通风哦。这么看来，即使你没有口罩，也是可以预防病毒的。那只要大家积极的配合，相信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。还有，大家在买口罩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购买那些假的口罩。如果遇到了，一定要积极的举报哦。散步和慢跑都是很好的锻炼方法，但是这2种也是有区别的。那哪个更能减肥和降血糖呢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。对于很多中老年朋友喜欢用散步锻炼身体，其实散步是属于低强度的运动，而慢跑则属于中强度的运动。如果是每天散步，这样几乎很少出汗，身体所消耗的葡萄糖和脂肪也比较少，降血糖和减肥的效果也不会明显。而慢跑相对来说消耗的葡萄糖和脂肪比较多，这样有利于控制血糖，所以这样来说，慢跑减肥和降血糖的效果会更好一些。但是运动降糖也要注意，如果运动的不够，也不会有降血糖的作用。要是运动过量，反而会引起血糖波动。所以建议大家每次运动达到微微出汗就行，每次运动半小时左右为宜。想要平稳血糖，还可以用玉米须、大麦茶泡水喝，对控制血糖有帮助哦。慢性咽炎现在困扰着很多人，嗓子总是不舒服，真的很难受。其实慢性咽炎有2个诱因，希望你能够避开。第一个，经常吃辛辣刺激的食物。生活中很多人呢都比较喜欢吃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虽然好吃，如果吃的太多，那还容易刺激胃黏膜和咽喉黏膜，诱发慢性咽炎，所以还是少吃的好。第2个，经常抽烟。大家都知道，吸烟对身体有害，长期吸烟不仅会损伤肺部，也会给咽喉黏膜带来伤害，增加患慢性咽炎的几率。所以吸烟也是导致慢性咽炎的一大诱因。那我们该如何缓解慢性咽炎呢？可以常喝2种水哦。1. 甘草水。对于甘草片大家应该都熟悉了。那甘草含有很多的营养成分，具有清肺化痰、清热解毒的功效。经常泡水喝，可以帮助缓解慢性咽炎。2. 金银花泡水。金银花味甘性寒，具有清热解毒、清咽润喉的作用。具有清热解毒、清咽润喉的功效，经常泡水喝也能够帮助缓解咽喉不适，减少慢性咽炎发作哦。鸡蛋营养丰富，很多人喜欢吃，而且吃鸡蛋的方法有很多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开水冲鸡蛋呢？如果能每天早上喝1碗，坚持一段时间，身体会有3个变化。第1个，清肺止咳。因为秋季天气比较干燥，很多人会出现咳嗽、痰多的情况。这时不妨每天早上起床用开水冲1碗鸡蛋喝，可以帮助降低肺火、清热止咳。第2个，清肝明目。
每天喝1碗开水冲鸡蛋，还有很好的养肝明目的作用，因为鸡蛋中含有丰富的玉米黄素、叶黄素等营养物质，有很好的保护视力的作用，同时对促进肝脏排毒也有帮助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第3个，保护肠胃。鸡蛋是很容易消化和吸收的食物，并不会给肠胃增加负担，而且鸡蛋中含有的卵磷脂有保护胃黏膜的作用。如果每天早上坚持喝1碗开水冲蛋，对肠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，还能够帮助缓解便秘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